完成初阶测试，确认机台可以正常运作后，准备将外舱板安装上去。嗨，欢迎来到 Slow， 我是 David。这集会针对外舱板上的排风设计进行。原来的设计是在后方装一个小的6公分风扇，配上滤网。在印过 ABS 就会知道气味是无法透过一个小的滤网就过滤得掉。有气味的材料需要通风的环境，降低呼吸系统的不适。在不通风的环境下列印，则需要排风设备将气味排出。原设计的排风设备不容易接管排至室外，同时因为风扇直径的关系，压力应该也不足够使空气进行有效的对流。有较大压差的风扇可以使舱内保持负压，有效将异味气体抽出舱体，并透过排风管排至室外。这种方式也可以使舱体的小细缝因为负压的关系，不会让异味气体散至室内。此为设计上需要考量到风扇的压差部分。舱体本身置于室内，所以不希望有太多的噪音。风扇在选择上不会选择直径较小的风扇，较小的风扇为了达到高排风量，会需要高速运转，增加噪音。再来是风扇的位置，原设计安装在后方。回顾一下 Voron 的设计，在 Z 轴下方皮带位置一定会有开口，甲板下方为不耐温的电子零件。要在有空间可以安装风管的情况下，又必须有效地将舱内空气抽出，也只有舱体的正上方可以做到。透过热空气上升的原理，将热气由下方 Z 轴皮带处吸入，再由上方排风孔抽出。确认位置后，接下来就是选择风扇。这边我选择猫头鹰的风扇，有在自主电脑的大概都不会对这排很陌生。此排的风扇强项在于它的静音技术，从中寻找一个压差大，同时直径较大的风扇，扣除掉必须牺牲上部舱板几乎全部面积的200毫米风扇，工业级的140毫米风扇或许是适合的选择。选定型号后，再来是上板的面积配置，考量到机台本身需要线材导入，导入的最佳位置为整面板的正中央。此位置可以最有效降低线材在进入机台与列印头对接时有最小的弯曲。然后是风扇位置，对应配线安装与线材导入方便性，将风扇置于后方会是比较方便的选择。使用之前介绍过的塑铝板当作舱板，而非亚克力。对应风扇安装位置进行开孔。接着是风扇对接风管的设计。这边希望机台可以对接可拆式的风管，方便未来移动。加上风管的直径为200毫米，与风扇140毫米的直径不同，会需要一个可以对接的接头。这边设计使用 PLA 列印，确保尺寸不会偏差太多。后管部分安装在舱板的上方，风扇则安装在舱板的下方。后管的零件上部设计快速安装的卡榫，方便未来快拆风管使用。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下部影片会将舱体其他的部分组装完成，觉得有帮助的话，可以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与订阅本频道，又或是透过下方 Patreon 连结支持。我们下次见。